这是一部曾激励过我考取清华大学的电影，因为它让无数莘莘学子们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就是你不行。这个可爱的小女孩上学第一天就被几个爱美的小萝莉拉到了墙角，然后把她的裙子提高了几公分，并温柔地告诉她：把裙子撑短一点更可爱呀。接着又拉着她钻进厕所烫时髦的发型，教她更多变漂亮的方法。从那以后，女孩就跟这几个小辣妹成了最好的姐妹，除了不会学习外，什么都会。转眼间4人都上了高中，她们的大腿是越来越长，裙子却变得越来越短，成绩更是差到不忍直视。毫无疑问，她们被分到了成绩最差的班级。班主任在台上恨铁不成钢地讲着课，而她们却在下面研究化妆，气得班主任大骂她们连垃圾都不如。但女孩们依旧是我行我素，从不在意。她们白天擦脂抹粉，顾影弄姿，晚上就在酒吧跳舞，肆意蹦迪，尽情挥霍着自己的美好青春。这4个小辣妹显然是无药可治了，可你怎么都想不到，她们之间还真发生了奇迹。更离谱的是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她没有过人的天赋，也没有好到爆的运气，更没有优越的家庭背景，有的只是比普通人更加拼命的苦楚。如果现在的你也像她一样迷茫，找不到前进的方向，请一定要耐心看完这个故事，它很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。女孩名叫小莎。这天，班主任在她的包里发现了一盒香烟，而吸烟正是学校的大忌。于是校长威胁小莎供出其他抽烟的同学，不然就会开除她。可即便面对如此严重的处罚，小莎依旧坚定地袒护自己的朋友。没办法的校长只好叫来家长，但母亲知道事情的原委后，并没有责备小莎，反而质疑学校的教育方式有问题。她说，如果贵校的教育方针是让学生为了自己而出卖朋友，那我宁愿让他退学。校长被说得哑口无言，最终放弃了开除小莎的决定，改为了无限期停课查看。小莎表面显得无所谓，可当妹妹问她接下来该怎么办时，她难过地说道：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，我的人生也就这样子了，就这样子了吧。妈妈不想看到女儿整天颓废度日，于是给她报了一个高考补习班。据说这个老师非常厉害，每个被她辅导过的差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然而就是这个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的老师，在第一次看到小莎时还是被惊到了。这高跟短裙大长腿，金发碧眼露脐装，这确定是来上课的吗？惊讶了一会后，老师终于反应过来，我就在想好有型啊，也教教我流行的时尚吧。就你那张脸追不上潮流吧？就我这个小身板不适合穿露脐装吧。简单的2句话就拉近了彼此的关系。随后老师拿了张试卷测试小莎，没想到她的运气超好，完美的避开了每一个正确答案。要是其他老师早就会骂得他狗血淋头，可这个老师却思路清奇。虽然所有问题都答错了，但是作答区域全都写满了。是啊，说不定能蒙对1、2道题呢。没错，你这样积极的态度可真是难能可贵。小莎被夸得当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不过确实很受用。接着老师让她定一个大学目标，看着立即摇头的小莎，老师说道：虽然这听起来确实有些不太可能，但如果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做到，那么人就会自信起来。要不就填庆应大学吧，听说里面有钱又帅气的男生超级多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小莎听后傻傻地望着老师，要知道庆应大学就相当于我们这的清华北大呀。虽然这个目标确实很离谱，但看在老师清奇的脑路和有趣的灵魂上，小莎还是在志愿表里天真的写上了庆应大学。回到家后，她高兴地将这个决定告诉了妈妈。听到这的妈妈却有些懵了，哪个庆应啊？不过从这天开始后，小莎竟真的按时去补习班了。可她的真实水平却差得让老师有些怀疑人生。老师让她画一下自己国家的地图，她却画了个圈圈诅咒你，甚至连上北下南都搞不清楚。经过测试，老师最终确定小莎只有4年级的水平，但她还是会用特殊的教育方式因材施教，例如用看有趣的漫画书了解历史，用游戏的方式去背英语单词，如果没有答出来就让她做卸妆惩罚。最后老师还跟她打赌，如果小莎能在暑假期间学完初中英语，他就把自己高中时的帅照给她看。就这样，小莎的好胜心被一点点勾起，只要她有了一点点进步，老师就会高兴地和她击掌。渐渐的，她找到了学习的乐趣。可当父亲知道后，却对她冷嘲热讽：你这种学渣怎么可能考得上大学？去补课只不过是浪费钱罢了，你别指望我会出1分钱。父亲更愿意把财力和希望放在儿子龙泰身上，更是整天训练龙泰打棒球，以此来完成自己未尽的梦想。父亲的偏见让小莎的心中又暗暗埋下了奋斗的种子，她一定要做出成绩，狠狠打父亲的脸。之后的她开始加倍努力，甚至比补习班的老师都要早到2个小时。就连下课回家的路上，她也是一边骑车一边背诵英文单词。这天，父亲在家中庆祝龙泰即将要被棒球名校录取，正在学习的小莎让他们安静点，可父亲却说：学习有什么搞头啊？来帮龙泰庆祝吧，他跟你可是2码事。
龙太太已经被棒球名校秀学院高中看中了呢，明年进军甲子园。听到这的小沙不服气地回到房间继续学习，就这样拼命了整整一个暑假，他终于将初中的英语全部学完，而且还拿到了人生中的第1个满分。老师也按照约定拿出照片，学生们看见后纷纷哄笑起来。原来年轻时的老师这么流里流气啊！新学期到来后，小沙终于返回了学校，可长期的熬夜学习让他白天没有精神。班主任看到后又过来讥讽他，特别是知道他要上庆应大学时，更是当着全班人的面直接羞辱道：“要是你考上了庆应大学，那我就脱光倒立着绕学校跑上一圈。”作为一个学渣，这样的鄙视小沙已经经历过很多次。以前的他一心摆烂，可是从今天起他不想再被人看不起了。于是他大方地走到讲台前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立誓自己一定会考上。班主任因此有些下不来台。第2天他便找到了补习班的老师，原来这位老师之前也是他们学校的，但因为他特立独行的教育方式不被学校容忍，所以他才辞职出来开补习班。刚坐下来，班主任就指责他不该蛊惑小沙，给一个垃圾定那么高的目标，最终只会摔得很惨。而老师却十分激动地反驳道：“小沙不是什么垃圾，他有很强的抗压力和执行力，他的未来还存在无限的可能。”西村老师，我认为世上并没有不行的学生，要说养也只有不行的老师，所以请你不要这样。学生被说成是渣子的话，会真以为自己就是那样了，会不相信自己还有可能性了。我也曾经这样过，所以我就想，那样的孩子只有一个，我也要拯救。坐在身后偷听的小沙瞬间湿了眼眶，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会这么坚定地相信并维护自己。小沙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不能辜负老师的期望，可他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人。第2天，小沙找到老师，感谢他昨天为自己说的一番话，但老师却说：“你应该感谢你妈妈的。”然后就递给他一个信封。老师继续说道：“信封里的钱就是这个学期的补课费。你母亲为了凑钱支持你学习，不仅借遍了亲朋好友，而且每天还要兼职打好几份工。”我说即便这样，也不一定能保证考上。然后你妈妈就说，这和考上考不上没有关系。沙耶家的开始补课以来就一直很开心，能够这样就已经足够了。这大钱包含的分量，你能了解吧？小沙的眼中不禁噙满了泪水。为了不让妈妈失望，他开始经常刷题到深夜，更是把知识点贴满了整整几面墙。回到家的父亲看到眼前的一切，顿时愣住了。他第一次发觉自己好像错看了女儿。但另一边，小沙还要维持闺蜜间的友谊，于是不得不把书本带到 KTV 去学习。本以为她只是在装样子的闺蜜，看到小沙书本里全是密密麻麻的重点标记后，不禁若有所思起来。晚上泡温泉的时候，闺蜜们对小沙说：“我们决定暂时和你断绝朋友关系，但是我们的友谊永远不变，这样你就能心无旁骛的学习了。”小沙听后感动的大哭起来，她这才知道有这么多人在背后默默支持着她。她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学习，成绩更是一日千里。直到这天，老师给了她一本3年高考5年模拟，小沙这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无知。这些题目完全超越了她目前掌握的知识范畴。这种感觉就像你好不容易翻过一座大山后，才发现自己面前耸立的是珠穆朗玛峰。小沙第一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，察觉到不对劲的老师赶紧追了出来。但这次他没有像往常那样鼓励或者安慰小沙，而是拿出一枚鸡蛋，问他这枚鸡蛋能不能站立起来。小沙说这怎么可能，但老师却认真地摆弄起鸡蛋。经过几次调整后，鸡蛋竟真的立住了。随后老师告诉他，人常常会因为固有的认知而过早地去下结论，这样的人往往因为不敢尝试，反而错过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可能。在老师的耐心鼓励下，小沙重新振作了起来。既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差距，那就唯有更加的拼命。小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改变，她让闺蜜剪掉自己的秀发，撤掉以往精致的妆容，以前的超短也换成了宽大的运动服。她要排除一切杂念，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上。补习班的人都被这一幕惊掉了下巴，可小沙才不管这些人异样的眼光。现在的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样才能提高成绩。她开始没日没夜的学习，压力大的时候就把头埋进枕头里大叫，但这种发泄方式也只配占用她1分钟的时间。很快，小沙就迎来了高3的第一次摸底考试。她所有的努力在这一刻都被现实狠狠地击垮。这次考试的科目都是不及格，一次次的打击和挫败让小沙又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否定中。她开始怀疑自己或许根本不是学习的那块料，只能在笔记本中写下这些绝望的字眼：白痴一样的梦，我看不到未来，不知道自己的前程在哪里。第3次摸底考试依旧是不及格，小沙再也承受不住压力，打算降低目标。老师建议她去庆应大学散散心，看看自己梦想中的地方是什么样子。可小沙却说，那只会让我觉得更加迷茫。目标只要一降低，就会越来越往低处滑的。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本来就是那种越活越差劲的人，怎么可能像老师那样一直都积极向上啊？那你干脆别考了，这样你哪里都考不上的。小沙愤怒地拍桌离去。
任凭雨水拍打在自己身上，却无意碰到深夜还在拼命工作的妈妈。这都是为了她呀！小莎愧疚地抱住妈妈，不停道歉。妈妈却告诉女儿，如果太累的话，放弃也没关系，你已经很努力了。妈妈总是这么温柔，从来不给她压力。小莎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掉下来，真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会嫁给爸爸这样的人。妈妈却说，爸爸其实也很善良，见到有人需要帮助时，他都会伸出援手。当初爸爸的梦想就是去庆应大学当专业棒球选手，可惜他怎么努力都没考上，所以他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了龙泰身上。可小莎才不相信。就这样，他在家中颓废了好久，直到这天屋子里发生了争吵，是爸爸在教训龙泰。原来被爸爸视作骄傲的弟弟竟退出了棒球队，他一直以来都背负着爸爸的梦想，巨大的压力让他感到窒息。他一把将父亲推倒在地。我心里明白得很，我和大家不是一个档次的，他们太厉害了，不管怎么样努力，我都不可能成为正式选手的。什么走专业路子，白日梦终归只是个梦。此时的小莎才明白，在这个家中有压力的远不止她一个。之后的龙泰更是和一群街溜子混在了一起。小莎看见后骂的弟弟狗血淋头，可弟弟却说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你不也是一样吗？每天浑浑噩噩的过日子，补习班也不去了，我们两个都不过是废物罢了。弟弟刻薄的话仿佛刀子一样扎向小莎，但也激起了他沉睡的斗志。他找到妈妈，拜托她带自己去庆应大学看看。第二天，两人便来到那座最高学府的面前，他们仿佛看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充满学术氛围的殿堂，才华横溢的学生，校园在明媚的阳光下仿佛插着梦的羽翼，梦幻而蜥蜴。小莎终于明白，这不仅是一种美好的校园生活，更是一条通往未来的出路。她的心中显然已经有了答案。回去之后，小莎连夜找到老师，她为自己之前轻易放弃的言行向老师道歉。她说，人生路上本就少不了困难与挫折，只有不再逃跑，勇敢的面对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。老师听到后欣慰的鞠躬回应。之后的小莎开始心无杂念的冲刺学习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她终于在最后的一次模拟考试中拿到了 C 加的好成绩，也就是说她有50%的几率考上庆应大学。小莎迫不及待的想要将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家人，到门口却发现父亲正在烧毁龙泰的棒球装备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个顽固一生的父亲第一次道起了歉，我已经想通了，从今往后你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吧。龙泰却很迷茫，现在的他除了棒球什么都不会。这时小莎拿出自己的成绩单递给弟弟，并告诉他，龙泰，我一定会考上的，去上庆应，你也要去寻找自己的梦想。我高2才起步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，你现在努力怎么会来不及？龙泰眼含泪水的点了点头。当父亲看到这份成绩单时，眼里充满了惊讶与不可思议。一直被自己忽略轻视的女儿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有了如此大的改变。高考这天终于来了，可是天气突变，暴雪封路，通往考场的地铁停运了。就在小莎不知所措时，父亲竟从公司请假跑了回来。我来送你去。轮胎刚装了防滑链，我们准备出发。这么多年来，小莎还是第一次坐父亲的大巴车。在车上，父亲为自己这么多年的行为向他道歉，但小莎并不愿意就此原谅他。开什么玩笑，臭老头！这么多年来你都对我不闻不问，现在说这些漂亮话有什么用？父亲无话可说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停下车来。小莎以为父亲是在赌气，还冲他发火，可父亲却说，我10分钟就好，考试绝对能赶得上，你先看会儿书吧。然后父亲就拿着铲子下了车。小莎好奇地打开车窗，却看到父亲在为一对老人铲雪开路。她突然意识到，自己的父亲其实也有这么善良温柔的一面。那一瞬间，所有对父亲的埋怨似乎都被化解了。就在小莎即将走进考场的时候，身后的爸爸突然冲她大喊道，柴家，加油啊！小莎不禁露出微笑，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美好祝愿。在考场上，小莎全力以赴，这几年的努力全都化为了这一刻的厚积薄发。考试成绩出来这天，小莎激动地尖叫起来。她考上了晋基大学文学部，相当于我们这里的一本院校，但这只是用来保底的。她真正的目标还是庆应大学。考试的前一晚，小莎依旧在补习班学习。回家前，她来到老师面前，拿出一封感谢信，感谢老师让她的人生有了目标。她也想要成为像老师这样能照亮别人的人。老师则回赠了她一罐考试合格咖啡，祝福她一切顺利。但谁都没有想到，这小小的一罐咖啡却惹出了天大的麻烦。小莎在考场上突然感到一阵腹痛，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她在厕所和考场间来回奔波。虽然第一天考的都是她擅长的科目，可她根本没有时间答完。当晚，小莎辗转难眠，最后干脆不睡了，直接起来看书，为次日的论文考试做准备。第二天，在考场上紧张不已的小莎想起了老师的教导，知识已经学得差不多了，现在比的就是心态。最后，小莎在重重压力之下顺利完成了论文。成绩揭晓的那天，小莎第一时间给老师打去了电话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没考上。老师一下子也不知该如何安慰，
所有的努力在这一刻彻底化为了泡影。这时老师突然想起，庆应大学政策学部的论文成绩还没有出，一切都还有希望。但小沙已经不抱任何期望了，因为小论文是他最薄弱的科目。不过现在没有压力的他，终于可以和曾经的好姐妹肆意玩耍了。几天后就到了定生死的时候，小沙无比紧张地面对电脑输入学号，然后闭着眼轻点鼠标。随后老师激动地大哭起来。这个所有人都不看好的学渣，用超出常人的努力证明了自己。而毕业那天，班主任也如约履行了自己在操场裸奔的承诺。开学这天，全家人都出来送小沙，因为他即将踏上新的征程。而爸爸依旧不善言辞，但这次小沙读懂了他冷漠背后的温柔。他跑过去跳上爸爸的后背，就像小时候那样。这部电影由小林沙耶加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，而故事外的他仍在努力地前行着。31岁的他开始备战考研，3年后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。他的励志之路还远远没有结束。如果现在的你正陷于人生的困境中，请一定不要放弃。任何奋斗的过程，不论成败，将来一定会成为你灵魂最坚硬的部分。总有一天，我们会感谢那个拼命努力过的自己。